我和他结婚10年了，我现在在家做全职太太，我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他了，可是目前我们的感情却越来越淡。我觉得日子过得平淡一点，不能说明我们感情不好。我是不太善于表达的人，但该为家里承担的我也都做了。他在家很少和我交流，如果我多说他几句，他就要发脾气，做过很多过分的事儿。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，所以有时候就想逃避，我也真的很为难。他总对我态度恶劣，我俩闹矛盾的频率逐渐变多，这段婚姻越来越让我心寒。10年的婚姻让我心寒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王先生，41岁，来自甘肃，工程师；女嘉宾汪女士，40岁，来自四川，全职太太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结婚10年，结婚10年了，怎么越过越心寒了呀？这日子？因为我是一个全职太太，我老公呢，他是在养家，但是他更多的时间呢就是工作，回到家基本没有跟我沟通。我在家主要是负责带孩子，孩子是我一个人带的，家务也是我一个人做的，包括他的衣服、孩子的衣服，所有的那些打点都是我做的。但是我们2个人很少说话了。为啥不说话呢？因为工作比较忙，基本上就是没有时间在家里沟通。然后早上6点钟出去，然后晚上回到家也就8、9点钟了，所以基本上就很少有时间。那你们俩会吵架吗？吵架倒不是经常吵，大部分的时间是不说话。但是呢，如果要说话，就会有很多爆发点。比如说有一次我闺蜜嘛，她一定要我去参加她的生日会嘛。走的时候我知道我老公不会做饭，也不会做菜，他什么都不会弄。我中午的时候呢，就把什么事儿都给他做完了。然后我走的时候千叮嘱万嘱咐，结果回来发现那些菜什么也没吃，还买了披萨饼。所以我当时就很来气嘛，我就问他嘛，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当时是答应他要把晚上的饭热了吃了，但是小孩子呢又要想吃披萨。但是小孩子才3岁，他不能吃那种添加剂的东西。所以我当时就跟他2个生气，我就问他，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？但是他根本就不想回答我。就是一个披萨而已嘛，但是他给我讲道理，一个道理的接着给我讲，我就受不了了。但是是讲道理，讲道理到最后他不想听我的呀，他就突然拿着包就走了呀。拿着包走了以后，我就追他呀，他在停车场开了一个车，哗啦就跑了。我在后视镜就像那个韩剧一样，就使劲追，根本就追不上啊。最后他就走了，我就蹲那儿哭啊。我是实在受不了他不停地给我讲道理，那我就离家出走，就逃离了，就先暂时到外面先他都走了5天呐，一个电话也没打。那我要回来不是还是会惹你生气吗？不是，你这5天去哪儿了？就外边溜达溜达，然后看看书啊，咖啡厅坐一坐啊。这倒是世界很大，想走就走。其实我当时对他离家出走，我很怀疑，我以为他有什么事儿。到最后他回来了，回来以后他把他那个住宿的宾馆的什么给我看了，我其实有偷偷打电话过去问，确实他住那儿，我才放心，因为我以为他有别的什么事儿。我这有什么事啊？我的家里的所有的存款不都在他的卡上吗？对不对？那有什么还有什么事？款在心不在呀？我心也在呀，但是难以承受他经常都是这样冷暴力我。行，就吃个披萨，不吃披萨嘛，有啥就闹成这样。你们俩这10年来谈过离婚吗？当然有啊，谈到孩子教育问题。现在我们住在那个地方，很多外国人，孩子要融入那个生活嘛，那经常要跟外国人在一起玩。我希望他跟孩子多教英文，但是他总是说他没空。确实没空啊。你看你跟外国人交流当然很好，我也希望。不是人家外国人跟我们在一起玩那么开心，我老是打手势也不行吧？孩子还有那个作业是不是？幼儿园那么多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够帮我5分钟都不能抽出时间吗？确实是没时间嘛，你周一到周日全部都是有。但是你总是找那个理由，到后面他发展到什么原因？他有一天我这么说他就把那个电脑。我们买了一个东芝电脑，还没有用的3个月吧，那个是给孩子教英文的，他哗啦啪就给我扔地上了。扔掉了，后来我也很后悔啊。你当时跟我2个发那么大脾气，后来我当时也好气，我觉得他把我们家的财产都破坏了，所以我把我们家音响也甩了，最后我就跟他说，走，民政局去。你每次都是要拿到民政局来威胁我，那好吧，走吧，我有车送你去啊。
对不对？到了那里他也不下车呀。哦，他也不下车。你希望他下车吗？我当然不希望他下车呀。他当时很杠，他非常杠。他说走啊，开车送你去行不行？走啊，他就给我走啊，你不走是不是？你是老总吗？后来我就跟他去了，去了以后，哎，他怂了，他到了民政局，他翘这个手，你先下来，你下。我说你怕什么？那你下呀，他也不下。然后坐那儿，我们就看那个树叶啊，树叶要掉了，还不下吗？还不下吗？等了2、3个小时，他说还不下，你待会儿那什么交警来了，看我们停这儿不行。最后他又将我一军，我说好走，还是我软化，因为我是女人嘛。我说好吧，你赢了，你回吧。你不敢下，以后就不要再拿那什么民政局的事来威胁嘛。你们俩真是，好好过日子不得了吗？闹腾什么呀？不都不想离吗？不是不想离，我在家太清静了。他每天晚上9点钟回来，星期天、星期六在公司加班，我根本就是一个人在过嘛，对不对？孩子也是我在那儿教嘛，我教的那个水平，我能代替爸爸吗？你看我现在个性像不像女汉子？我过去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还不是挺温婉的，我现在好像个女汉子一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我也想为家里，照顾一下你们和孩子啊，但是，确实是。那个时间上确实调配不过来啊，没办法。是真的那么忙吗？还真的很忙，他们公司的那个业务啊，在全国各地要他去检查工作什么的。哎，你们这次为什么来这儿啊？来我们节目想干嘛？我跟他俩不是矛盾那么深吗？对不对？你也是老是让我说什么民政局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就是想跟老师们讲讲我的苦。我这10年来我也积了很多苦，特别这1、2年我带孩子我也憋得够呛。哎，我跟赵川你讲讲我也挺高兴啊，对不对？你跟他们讲吧。跟老师讲讲我也挺高兴。我在家憋得慌。哦，就是憋得慌，跑我们这儿来说。哎呀，您说这话我心里憋得慌。你为什么陪夫人来啊？之前呢也是尝试和他沟通，但是沟通不畅啊。每次沟通呢，我都是听他说。你们会出去玩什么的，旅行什么的吗？我们出去玩就更搞笑，他1年4季就那么几天假。我呢好想跟他去旅行，所以我们那个去年5一的时候，我就把孩子带给父母嘛，我们俩就去。一说旅行就不要说了，一说旅行我就是有旅行恐惧症啊。为什么？每次都是。哎，你不要说每次了，我们就说那个汕尾那次嘛，我们去汕尾也不敢走远了，就5一就几天假，啊，去了一个宾馆哈，一进去就好吵。我说你这个房间不行的，我说得换一个，他就不高兴，他就那什么，现在这么紧张的那个，你为什么要换？他就冲我发脾气。当时我不想跟他两个吵，我就走了。我也没带电话啦，没带手机，没带身份证，我1分钱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走了呀。你走了，你也跟我讲一下，你走走2个小时啊。知道你现在知道我走，你没看见吗？我出门我就慢慢走，我其实是想让你来拉住我，你根本就没有拉我。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你走了。哎，你就装吧你。后来我就找他嘛。哎呀，你不要再说你找我，你根本就没有找我，因为我出去的时候，我走到外面的时候，我走2个小时。那个潮汕那个地方，老师你知道吗？潮汕那地方说潮汕话不是讲粤语的，人家那些都听不懂我讲粤语，所以的话，当时的时候我还问了好久的人，那些什么的，结果我跑回宾馆，哎，我一问前台，哎，他已经不见了。去哪儿了？他把我的房子都退掉了。我在这里等了半个多小时，不见人。我以为他去找更合适的酒店去了。我怎么可能？我没有钱，我没有身份证，到处找也没找到，但是我看到有一家酒店，有吃有喝，然后环境又不错，然后又安静。在那里一问他不在，那我就先住在这里，等着他打电话来找我吧，因为他没有带手机，我也联系不上他。那你应该在原酒店不动啊。等了半个多小时，将近1个小时，他不来呀，我以为他又生气走了。那我在那里没有，我在外面哭啊，我不想当着你哭啊。后来怎么解决了？我又是我忍气吞声，跟人家交流吧，让人家接个手机，我还不是打他的手机。打完以后，他说他找到一个酒店，最后我过去，他帮我付的士费。见面那一刻，我隐忍了，我什么也没说，我还是笑脸相迎，什么都没发生，他也没说什么，我又忍了。所以我今天忍了那么多，我就是想跟嘉宾说一下，全职太太也不是那么好做的，我心里也很憋气啊，一肚子的火啊。但是我是被抛弃了，我当时真的觉得我抛弃了。我怎么可能抛弃你嘛？是不是？你嘴上没说，但是我走在那个海边，我心里有多苦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就是被抛弃了。我要知道你在哪里，我肯定去找你去了。哎，你吹吧。你们俩就这一次旅行吗？旅行还有别的旅行吗？今年春节
今年春节的话呢，我今年春节的那个，今年春节就是我们也是想把那个孩子嘛，就是给父母嘛，我们说搞一个比较别开生面的，别开生面。真是别开生面，每次都是来伤害我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俩又去旅行了是吧？对啊。去哪儿旅行啊？我30晚上我订了一个机票，到了武汉嘛，住在一个酒店里面，我们刚好住好。哎，我就要检查那个床单嘛，看看脏不脏。哎，他开始就用声音就提高8倍了，怎么了？又不满意了？我说我看一下不行吗？他说怎么又想换房吗？告诉你，这里没有房间可换了，就这一间。我大年30，你说那么晚了。然后呢，哪里还有房间呢？根本都很难订嘛。你又在这里挑三拣四，又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，我根本就没有挑三拣四，我正看一下脏不脏嘛。他就跟我的分贝很高，他就来将我一惊，他说是不是要换房子啊？当时我也一下又想着那个上尾那个事儿，我觉得好气。我当时拿着我的钱包，我这次学聪明了，拿着钱拿着身份证，我自己背包就走了。但是我走很慢，我想他到电梯里来追我，我只冲出去的很快，走得很慢。我在那儿等了10分钟，我以为你没有人来追我。我以为你像上次在单位一样，自己走走就回来了。上次你不是说你走走就回来了？对啊，你就是将我一军嘛。所以我这次我就没拦你啊。你就是将我一军，结果你是真的到我会投降吗？我就没有投降。到市中心，我找了一个更好的酒店，我住下来，我住了8天，我一个人在那儿住了8天，一个人。那你找了吗？我在那里等了1夜，他没回来，我说这不好了。那第2天我就去找。但是他还是没有带电话，我没法找到他呀，我就在那里又住了2天，后来这边公司有事，我就先回来了。哎，这2个人旅行挺别开生面的。但是我很惨呀，电视上面演的都是包饺子啊、过节啊、怎么贴窗帘啊，我就一个人在那哭啊。初8的时候终于有机票，我打电话，我订到机票我就回来了。我真的那个春节你知道吗？就是今年我。那你回来我也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就过来接你来了，对吧？对，他真的很好笑，他好像电视剧一样。我那时候真的想我回去怎么对付他了，结果我一看，哎。突然之间，我一下飞机，他冲出来，哎，你好啊！我冲出来没有对待我，哇，对我好好。回来的呢？我打航空公司电话查的嘛。就是你天天都查，等于。对啊。那一刻我就没闹了，其实我也就笑了，我很高兴。但是虽然是这样开心，但是我那8天我哭了8天，我的那个。你就希望他关注你，对吧？我不是关注他，老是一说话就提高分贝，结果我现在比你声音还要大。都是被你训练成这样的，所以我现在我没法和他沟通，我一沟通呢，他声音比我还大。都是跟你学的，我原来声音多小声，对不对？就是为什么一个温柔的女人到你手里就变成这样了，是吧？反思过吗？反思过啊。啥原因啊？我尝试和他沟通，他跟我讲道理，一个接一个的道理，你招架不住啊。但是那个老师，我再跟你说，我结婚10年，还有我从我们谈恋爱到现在。我告诉各位，我真的一朵鲜花没收到，从来没过过生日，他也没过过，我也没过过。我生日给你买了个蛋糕啊。你就别说了，还给你买了40根蜡烛啊。是今年好不好？40根蜡烛啊？对呀，就是今年他才给我过一个生日，因为我是40岁了，然后又是10周年的那个结婚纪念日。不是挺好的吗？他说给我过个生日，我当时好开心嘛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好浪漫。他说绝对让你浪漫。哇，我就在那儿做美梦啊！我说好啊，什么什么的，有鲜花，有洋酒什么的。结果我去了以后蛋糕这么点小，那个蜡烛那个油全部都滴上去了。之前不是一直都没过过生日吗？然后我小孩蛋糕吧，你听我说，我小孩闹着要吃，我把那上面油全扯了，就剩那么一点了，全给我小孩吃了。你觉得浪漫吗？礼物在哪里呀？鲜花在哪里呀？你要礼物。鲜花的东西太不实用了。我喜欢呐，你不知道在公园里面偷偷的拆一个给我吗？不要去破坏公物嘛。哎呀，你们俩这10年过起来不容易哈。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。每次沟通，我也觉得憋屈，他也觉得憋屈啊。今天沟通的怎么样？觉得？今天我觉得我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，以前都没有说过啊。你今天可没说什么话呀。但是我敢于这样说了，以前都是你听着，你当个听众啊，听着你能打瞌睡。行，您今天处得快不快活？不怎么快活还不太快活。因为他从来都没在家里这么跟我讲过。这日子不过得挺好的吗？不是，但是我一个人在生活，我一天就是我一个人，你明白吗？我就是带孩子啊，一个人生活，都没人跟我说话。这孩子上幼儿园了吧？上啊。工作去吧，别在家里闹了。
他不让我工作。工作了谁照顾家庭啊？家里那么多事情。他没什么花肠子什么的吧？那我不知道。钱都在他那里，我有怎么花？没得花呀。老师们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？挺幸福的一个，但是家里的女主人有说不出来的苦痛，是吧？哎呀，好难受的，好委屈的。家里的男主人也觉得特别委屈，是吧？我在挣钱养活家，我也没有什么歪门邪道的这个心思，你怎么还不满意我？看看怎么办？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方女士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跟我老公一样，都是做房地产的。是管理吗？还是？对。管理多少人呢？20-30个吧。那我觉得在事业上也是很成功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怎么着了？回家就管理一个娃，还有一个老公不听话。他也不是不听话，他就是不跟我交流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可算是把您给憋坏了哈。但是我听二位的交流，我感受到您在做这个全职主妇的过程当中做的也是非常优秀的。不要小瞧全职主妇，在2015年的时候，《时代周刊》评了一位日本的全职主妇为影响全球100人，和他共同获奖的还有奥巴马、普京。所以全职主妇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，但是在中国有一个现实的问题，就是全职主妇最担心的就是3个字：被抛弃。我们这里不存在被抛弃啊。但我听到了3次你离他远去。第一次是从家里走的，走了5天，您喝喝咖啡啊，看看书啊。你是觉得没有走，但是在他的心里就是有。对，对于我们来说5天是很长的时间，我很难理解到我的先生5天跟我没有任何的讯息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我不知道他是否安全，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要回到我的身边。是这样的。是这样的。对。第2次在异地，他出去了，您自个儿换了个酒店。他自己要出去找我都没有1分钱，我那时候电话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我是在这里听到了被抛弃3个字的，不是我说的，是您太太自己说的，是她内心的感受。也许从主观上你没有，我相信你没有，但是女人是敏感的，是多愁的，是脆弱的。第3次。他自己大过年的在外面待了8天，当然我知道你也在找，可是你找不到。可是如果是其他人，会不会在原地找8天？如果是我就报警了。我不会一个人回到我所在的城市，我会在原地等待8天。他可能会回到这个酒店来找我，但是你没有，这都是你做出的选择啊，这也是你们婚姻当中的问题，是你看不到。而他特别在意的问题是这样的，我真的有那种老师讲的那个，就是我心里要说的。其实我自己的那个情感很细腻，我都是隐忍的，只是我不想发作。但是我有时候想问他，可能我就会发作。但是我还是很苦的，不是说有吃有喝就心里就没有什么事儿。而且10年，你太太刚才她讲，她说我一次又一次的忍。这是很多女性的选择。那么对于男性，要怎么样维持在婚姻当中2个人的新鲜状态呢？他是一次次的忍，男人要一次次的爱上自己的妻子。你要一直爱他，爱他就会心疼他，爱他就会照顾他，爱他就会去考虑他的感受。但是你没有，很多时候你都工作非常的忙，而女人要聪明的做到：第一，引导。他没给你买过花，你就给自己买，都是我自己买的。买完了你告诉他呀。我告诉他，但是我自己可以买很多东西，他把钱全都给我了，但是我一个人在外面买，我觉得好没意思。我跟你说，我第1年过生日，我先生就忘记了，我就自己订了一束花，然后发了朋友圈说是他买的，感谢他，他就很不好意思，从此以后再也没忘过。好，老师，我会学到你这招引导。就很多男人他就跟孩子一样，他要你教，他不懂这个浪漫。
他不懂，所以我们要去引导他。第二，其实为什么你今天会有这样的情绪？我觉得就像你自己说的，闲的，就真是没事闲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他也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，但是你一下子从一个30多人的管理者，到一个家庭主妇开始管这些锅碗瓢盆儿，没有那么适应。如果他不让你出去工作，而你又心甘情愿的继续要照顾家庭，那不如每周拿出1到2天的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，去插花，骑马，和小姐妹逛街，给自己放假。不管他，让他自己去想办法，到底孩子该怎么带，家里面到底该怎么办，让他自己去想。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。你做不做得到？那我走了，你能做到吗？你试一试吧。那我还是觉得不放心。你听起来好不心甘情愿，他可以吗？每周有1到2天的属于自己的时间，他就不会这样烦你了。可以啊，对吧？我觉得这就是你们2个人的解决之道。10年爱情不容易，祝你们现在不是锡婚嘛，对不对？锡婚10年嘛，已经成为重金属了。花是风信子，回去记得买1束摆在他的床头，好吗？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左叶老师。我是觉得，您老公并不是一个马上就能学会浪漫的人。那其实怎么样能给自己最大的安慰和满足感呢？其实就是降低对对方的期望。只要看到他的改变，你要知道，他改变今天是一点点，但其实他已经10分努力了。降低对对方的期待，互相降低，我们就会有越来越多幸福感在里面。祝2位能够继续幸福下去。好，谢谢郑老师。来，有的时候，沉默比唠叨更有力量。因为你一句话。我觉得你们俩根本不需要我们教，你们一点都过得不比我们差，我们还未必有你们幸福呢。怎么就不浪漫了？8天在酒店，从初1过到初8，一下飞机他就跟你 hello， 多浪漫！你要想想，有多少女人就在跟自己的丈夫同床共枕，却猜着他可能跟别的女人有一腿。你有这样的担忧吗？你虽然那8天你很难受，你满肚子的气，你就想着我下了飞机我怎么报复他，但一下飞机他露出一张笑脸，你马上就笑了，这不是浪漫。
老婆，我就希望你以后啊，遇到事情的话，给我讲的时候慢一点，哎，给我一个缓冲的时间，给我思考的时间。然后呢，以后呢，我就尽量抽出多一点时间陪你和小孩子。老公，我今天听到老师说，我觉得我回去要想想我是不是很作，但是我真的会从作的这个方面检讨我自己，因为一个事情发生肯定不是2个人的事儿，我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我希望老公你也给我时间让我改变。我们都一起改变吧。不过你如果不改，我还是不会转身的。我努力改变吧。好，来，请亮灯吧。啊，行了，回吧，谢谢两位。老婆，你要回来啊。